嗨，欢迎来到灰给沟的旅程，我是裴金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总是会有这么几个时刻，特别的迷惘，特别的低潮，好像在浓雾中行走，找不到方向，也好像觉得自己就踩在那个悬崖边，差这么一步，可能生命就会完全不一样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多希望有一个人伸出手来拉我们一把，或是有这么一盏灯可以指引我们的方向。有一个老师李文义，他在小时候那个体育之好啊 ，No.1 打球进校队，代表台湾出去国际比赛，可以说是非常灿烂又辉煌的童年。但是呢，升上了中学，升学主义的关系，所以呢，他的学习成绩不好，开始感到非常的挫败，差这么一点点就要中辍了。幸好他遇到他的恩师，陪伴他走过了那个叛逆而且非常轻狂的青春岁月，甚至他指引，你很适合当老师所以文义老师走上了他的教育之路。在他刚开始在执教的时候，哇，他的中学这附近之精彩，有5个市场，又临近夜市，龙蛇杀土蛇，什么人都有，甚至是帮派渗入校园的状况非常的严重。老师呢就开始了他的夜市人生，人家放学下课通通都回家，但是老师呢就开始走进了夜市，一摊一摊的巡，甚至还到那个槟榔摊上面去站岗，就找这些游荡在外的学生，一个一个把他带回家，甚至是一一去拜访这些中辍生的家长。甚至还有一次呢，他是跟那个帮派老大来谈判，为了要让他的学生可以脱离帮派，曾经还帮学生挡过刀。你不要打了！你可以讲我，不可以讲我了！不要打！大姑，大姑！真的是非常疯狂的一个老师，甚至是连师母都有一度说：“我真的不知道我嫁的是一个老师还是一个警察。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情文义老师他说，也许就是因为我之前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经验，所以我很清楚知道他们的那个心情是什么。老师嘛，就是一个提灯照路人，在学生困顿迷茫的时候，我要告诉他，前面还有这么一条路你可以走。但老师他相信一句话：教育不是无能，也并非万能，但是还要点燃无限的可能。有一个阿静，他印象深刻。这2个师生他们在相遇的时候阿静已经是帮派的打手了，打架围殴，逞凶斗狠，警察局好像在他家照咖一样。头被打破喽，不以为意，因为他说：“老师，打架就是要狠。为什么这么喜欢跟这个帮派兄弟混在一起？因为阿俊的家人都没有要管他，这些帮派弟兄爱他、称赞他、夸他有英雄气概，在帮派里面，他找到了归属感，甚至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。所以他在帮派里面出了名有义气、肯牺牲，打架冲第一个，所以也伤痕累累。有一天，老师就跟他聊说：“你这么有义气，我名字里面那个义字怎么写，你知道吗？”阿静就说：“就那样写文义老师就说：“这个义字，如果用错地方，倒过来写就是我王八。你以为那些帮派老大真的喜欢你，真的重用你人家是利用你未满18岁。”也许是这些话真的放进了这个阿静的心里面，虽然他的个性还是没有改但是他开始跟老师说：“老师，我要退帮派了，拜托一下，5000块救急。老师，受伤，3000块，求急一下。明天呢，换妈妈生病了，所以需要医药费，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。如果是你，你还会借吗？”老师也常问自己我到底还要再骗几次才愿意放过自己？那时候有一句话：一个缺口的杯子，换一个角度看它还是圆的。老师就想了，如果我把阿静看成他的缺角，他永远都是一个残缺的人生。如果我可以转个心境看他还是圆的，还是值得期待，还是有希望。所以老师带着他进篮球队练球，把他保出警察局，带他去包扎，一点一滴，他要让阿静知道，会有这么一个人，没有要求回报，但我就是爱你，
我就是支持你。阿静开始觉得这个大人是玩真的哦。有一天，他就接到电话，阿静在电话那一头立刻大声问：“老师你在哪里？我这是真的退帮派了，他要我还16.6万，要不然就要留下我的手指。我刚刚用菜刀把我左手中指剁下来了。”老师在电话那一头大喊：“啊，你要做这件事情，你怎么不提早告诉我？我现在在基隆我怎么救援你啊？”文艺老师赶快急 call 他那个刚刚退休的爸爸。爸爸问明了这个原因啊，哇，劈头也先骂，人家当老师轻轻松松，怎么你当老师搞得好像在演无间道一样？文艺老师赶快说：“好，爸，先不要急着骂我，你赶快拿1万块，骑机车去那个天桥底下，有一个人包着手，手上还拿着一包冰块，那个就是阿静，赶快带他去把他的手指缝起来。”阿静的手指缝起来了，他的左手中指留下了一个永恒的印记。其实我们的生命里面啊，真的有好多黑暗的时刻，那个黑暗的时刻足以就好像把你淹没一样，但如果有那么一点点的光，你好像知道往哪里走，有那么一点点的温暖，你好像就觉得自己得到救赎了。老师就是这个提灯照路人，陪伴阿静。人的改变是可以说改变就改变的吗？到底阿静是会走回头路，还是能够真的看到生命中新的可能性呢？回景空的旅程，我们下次为你分享。那阿静也让我很刮目相看，就是他可以自己找到遗失的信心跟毅力，然后跟勇气三者结合之后，能够毅然决然的离开黑帮，这是让我觉得不放弃任何孩子的一个过程当中，很震撼的。轻柔着的一种眼底藏着烈火昂首，温柔的心轻轻